我们延续上一堂课的内容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去计算出两个同柱的电容那首先呢，我们先让问题单纯一点，我们把介质去掉，而且把上个礼拜的档案的档名改一下，改成04 CG Server Experience for First Time 那这个档案 design 的名称我也改成 D4， 然后 Optimatrix 我删掉。在这个求解之前呢 ，Q3D 有一个设定除了说这个 Solution Setup 要做之外呢，跟 HS 不一样的是，它必须做一个 Net Identify， 它会摆 Net 让软体把导体认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 Default 的设定如果已经忘记这个 Setup 怎么加进去的，可以从 Add Solution Setup 来看。那 Default 的设定，我们现在先勾 CG Server 就好，还有勾 Set Field。Set Field 的目的是我们待会要 Plot Mesh 跟 Plot 这个 Field 电荷密度的会用到。那 CG Server 里面的设定呢，我们现在先都用 Default 就好。那今天我们会特别 focus 在两个参数的设定，一个叫 Percentage Error， 一个叫 Converge Passing。一般我们这个 percentage error 我们不会去动它1%for Q3D default 是1%。可是 for 一些应用，比方说像触控面板它有可能它的电容值要更小更精确，你就有可能这个值会调到 0.1%。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清楚一点那convergent passing 呢 default 虽然是1，但我们强烈的建议这里请各位都设2原因是为了避免假收敛。percent refinement per pass， 这指的是说下一次要多布一些 mesh， 这个多布的 mesh 要是现在的多少 default 是 30%， 这个我们也不会去动它，一般不会去动它。那我现在就这个设定当 default， Ctrl C 再 Ctrl V 再贴一个。那贴的这个呢，我把它改一个档名，我称它叫 accurate， 称它叫 accurate。好，那这个 accurate 的设定呢 ，setup 这里呢，我就把它改成 convergent passing 2， 收敛 0.1。好 ，Ctrl D，Alt 点2下 ，Ctrl D Alt 点2下。那我们现在先来看 Default 这个 ，Default 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Default 这个。求解前记得一件事 ，validation check 要先检查没问题。那如果你有买 HPC 的，你就可以设多核；没有的话，你就不要设超过4核。好，我们让它来跑一下。好，这 passing one，passing two。那它低于1%，一次就结束了，这符合我们的预期。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设计，这个是我们要它 0.1% 2次。好，那我们也让它来跑一下。Passing 1, 2, 3那随着它的跑，因为它一直要跑到 0.1 以下2次，所以它会多跑几次。那我们也可以从 Table 切到 Plot 画面来观察。0.1 这个 Criteria 的线在这里，那它现在第7次的时候低于 0.1 了，那它必须连续低于 0.1 2次，所以第8次才会停。好，这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接着要来看切2次，
跟切8次，电容有没有不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切到 last adaptive。last adaptive 就是你最后一次的收敛结果。好，那我们来看它的自容，就说0.24、0.23，差很小。好，那这边差很小，是因为这个结构很简单啊。你碰到复杂一点的结构，有可能差异就会比较明显。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这2个收敛的状况，一个是 mesh 42个三角形，一个是 mesh 2400个三角形。那为什么我们这里讲它是三角形呢？各位回想一下，我们第一堂课有提到 CG Solver 是 BEM， 所以 BEM 只是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表面元素分析，它是只有切表面而已，所以它 Mesh 的每一个单元并不是四面体，而是三角形。好，我们来看一下 Plot Mesh， 这个是切8次的，我们来按右键 Plot Mesh。这个我们来按右键 Plot Mesh， 好，你会发现切42个跟切2000多个的三角形确实不一样。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 BEM，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来证明它是 BEM。好了，我来示范一个招数，我称这个叫做断层扫描，还是你要称它叫做切蛋糕也可以。我设一个面，那这个面呢，你看这样我操作，我可以把我这个要切面的角度定义下来。好，我比方说我这样切一个面，可以定义它的法线向量。一点下去以后，你就发现有没有？你把它切开了，它真的只有表面有 mesh， 里面没有，哇，太神奇了。好，那我这个切面，我可以把它关掉或打开。意思就是说我这个 view 的动作呢，它并没有真的影响到结构，它是一个后处理的，一个 view 而已，并没有真的影响到结构。那你的设定呢，你可以把它存下来。那我们接着要针对这个电容的结果来做一些说明，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box one 对 box one， 我们称它叫 box one 的自容。box one 对 box two， 我们称它叫做 box one 对 box two 的互容。互容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电容 C 等于 epsilon d 分之 a， 所以电容是2个平行极板金属夹出来的，所以互容我们很好理解说，电容互容这样很好理解。可是电容的自容是什么东西？自己怎么跟自己形成电容呢？好，电容的自容有2种定义，一个就是我这个导体往无穷远的绝对大地看的参考电容，也就是我的导体对到绝对的0 ，no 的0，netlist 里面的 no 的0那个点的电容。那个定义为自容，这是一种定义方式，这是 SPICE 里面定义自容的方式。那另外一种定义自容的方式是什么？是所有导体对我互相电力线之间的耦合所形成的感应电荷所累积的总电容效应，也就是所有人对我的影响所引起的总电容的总和，就是我的自容。好，这种电容的定义方式称作 Maxwell 电容。好 ，Maxwell matrix。所以你看这里就会有所谓的 SPICE matrix 跟 Maxwell matrix， 你就会发现这2个，你们发现这值不一样，那这边呢就值得我们来好好的说明。所以我们从解释自容跟互容的定义上面，我们就来进一步的解释什么叫 SPICE matrix 跟 Maxwell matrix。
我们来看这一张图，这张图是从 Help 里面剪出来的，Spice Matrix 跟这个 Maxwell Matrix，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数学关系的转换定义而已。好，那各位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 Help 里面的文字。好，简单来讲，Maxwell Matrix 的电容，它的自容指的就是所有互容的总和。Spice 的 Matrix 的电容里面，它的自容指的是它对绝对的 d 等于0的无穷远处的量。Maxwell Matrix 跟 Spice Matrix 其实最大的差异是它的自容不同，对角线的不同，非对角线的会差一个负号。那这个非对角线为什么会差一个负号呢？在 Help 里面其实也有提，它这个负号表示的就只是说，电容我看你跟你看我，事实上感应电荷是正好极性是反过来的。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我干嘛定义这两种电容方式来互相困扰呢？尤其是 user 最常做的一件事，我希望把我 Q3D 产出来的 RLC 的model 去跟我的 Q3D 吐出来的 Spice model 去对嘛，结果一发现，对起来结果不一样，原因是什么？因为 Q3D 的 default 吐的这个视窗是用 Maxwell 的 Matrix 吐出来的，可是不是用 Spice 吐的，所以当然你跟你吐出来的 Spice model 光看电容值就不一样。好，那为什么 Q3D 的 default 秀的 RLC table 这个 C 的 table 是吐 Maxwell Matrix 而不是 Spice Matrix 呢？好，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去想，我们常常在评估一个走线它的 loading， 它的 RC time constant， 这个 C 指的是 Spice 电容的 C 还是 Maxwell 电容的 C？ 是无穷远对这个线的影响而已，还是所有导体对这个线的影响？答案很明显，是 Maxwell 的 C 而不是 Spice 的 C。 好，因为我在驱动这一条线，我要拉它，我觉得这条线的 loading 效应到底严不严重，它的 settling time 到底会很短还是很长，它看到的寄生效应 C 是大还是小，是取决于总互容，而不是只有无穷远的地对它的影响。所以在实务上，我们评估我们一个设计的寄生效应的时候，我们常常 care 的是 Maxwell C 而不是 Spice C。 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再来我们要谈 percent error 是 1% 跟 0.1%， 多准算准。我们 default 是 1%，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需要 0.1%。 那这边就是一个说明。今天要是 1% 或 0.1%， 不是谁说了算，而是 depend on 你的应用，误差要多准才够你用。打个比方说，我们在一般的 PCB 或者是封装的应用，我们的准度大概到 0.1 个 pico 或者是1个 pico 就很够用了。好，那像在触控面板来讲的话，它一个手指上去，对我整个平面的电容分布差异的影响，这边指的电容是互容了，它可能差异是100 femto 的等级，所以呢，需要的准度至少到 0.1 个 pico 以下，它的应用就有可能会比我们一般抽这个封装或 PCB 寄生参数的要求会高一点，会高一点。有一些应用，比方说像笔写的触控面板，跟手写的来讲，笔的接触面更小，它的感应量更小，所以它所需要的评估的这种误差的精度会更高。那指纹辨识又会更高所以指纹辨识你用 Q3D 去抽的话也可以但是它的这个error percent 有可能就会设到 0.001 这样子。你今天设 1% 或 0.1% 或 0.01%， 是取决于你的应用上，你要区分到多高的精度才够。好，那这个例子有一个地方比较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5×5的这个互容的矩阵里面
里面的9格会略小于外面的这一排。好，虽然你会觉得说它这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外面这一排会大一点呢？好，原因在于说这个边缘有所谓的边缘效应，好，英文称作 edge effect， 也就是在这个边缘会有电力线的流疏泄漏，所以边缘这边你会看到互容比较大。